哎呀，哎。来了，哎，啊，省下那边怎么样了？一切正常，明儿就是预产期了。哎，对了啊，我明儿得请天假去陪他去啊。行，没问题。有这么大一箱子？谁给你寄的？嘿，虎头鞋，这一看就手工做的呀。哎，你猜猜，看看这儿，湖南来的。这还用猜吗？这还是他姥姥呗。那这么说，你一直跟他有联系啊？我当然有联系了，那是我老丈母娘。打电话呢是不接，所以我就平均1、2个月给人家发封信。他给你回吗？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哎，挺好。那这么说，王姨是从心里面认可你这个女婿了。哎，你是不知道啊，这座大山太难爬了。行了，现在不挺好吗？啊，挺好。还有啥我看？还有这，看，小哎呦护枕，真好。你们俩坐会儿。紧张紧张。真傻。啊，哎，来了。怎么样了？哎，该拿的该买的我全拿过来了啊。搁这儿。哎，朝阳哥啊，你猜沈夏今天生的是儿子还是姑娘？坐。哎，长安，咋的了？一直叫我咋了呀？不是，我就想跟你商量个事儿。你看，如果是生个儿子的话，能不能跟我们家闺女孟子静定个娃娃亲？你拉倒吧！哎，这子金比长安儿子大5岁呢，不合适。那啥意思？哦，生个女儿跟你儿子就合适了。哎，对喽，哎，我们家帅哥大3岁，长安，考虑一下。滚一边！真的？听没听着？就这嗓子，爱闯，没戏了。我有戏了。小夏，小点声。大儿子，闯闯。屯是自行火箭炮方队，是战斗英雄董存瑞生前所在部队。哎，这种火箭炮来了用的新儿子，快看，可以满足快看作战。妈妈设计的军车。哎呦呦呦，哎呦呦呦，宝。信息系统是信息化条件下步兵作战的突击利器。这是东风啊！加油！来了啊！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这就是咱们华气的气势，是不是？是啊。好，小闯，看着没？这个车啊，全是你这些叔叔大爷、你妈、你阿姨一起坐的啊！哎，今天呀，咱们还得庆祝沈夏升任华气总工程师。等会儿，我们顺便呢也庆祝一下啊，他的爱人啊也荣升这个集团的副总经理。也恭喜，也恭喜。什么意思啊？什么叫他的爱人荣升副总经理？怎么的？我没名字吗？这么多年了，你还要什么名分呢你？死胖子啊！哎啊 ，F 总，我告诉你啊，我已经跟廖总、跟刘书记明确说过了，让我做这个总工程师啊，必须答应我个条件。没问题。今年集团必须成立研究院，没问题。每年必须拿出销售额的5%投入到科研基金里去。有问题。我说媳妇儿啊，你这是狮子大开口啊！你知道咱们1年的利润才有多少？哎，我只知道这在发达国家，90%的跨国公司把技术创新作为企业战略的主体内容，
哎，80%都建立了研究院，大部分企业每年会把销售额的5%投入到技术研发当中。咱们华汽第3代发动机项目已经开始启动了，那标志就是一定要有自主研发的 ECU。又来，进入电控时代啊，重卡行业在发动机的 ECU 上长期处于卡脖子状态。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就投入充足的这个资金啊，在这个技术上面，我们一定要自主的去突破这个技术难关，知道吗？又来了，他们俩呀，就是这么不懂事儿，当着这么多客人都能吵起来。我觉得还好吧，你看这样人多多热闹啊。可浩哥，你长大了想开汽车吗？想，你呢？我什么车都想开。下周开始啊，董事会开始投票了。反正徐氏那边我已经说好了，他会投赞成票，啊，你呢？不是你这什么眼神啊？啊，我要是反对，你就卡我脖子呗。沈总工，我知道你需要这个大量的科研基金，是为了咱们未来有完备的技术储备，这我非常理解。可是放眼未来的同时，咱们是不是得先立足当下呀？咱华汽有多少用钱的地方啊？啊？我告诉你，就光咱们的生产设备升级就有3个亿缺口啊！还有啊，大家伙听好了，咱们厂职工所有人的医疗保障每年就得花5000万。还有，在全国建设35个星级维修中心，还得投资2个亿。我作为负责销售的副总，这5%我肯定不能给你，我最多给到你们1%。哎，我真没想到，这最大的敌人就在自己身边，哎，就在自己家里。你别给我挤眉弄眼、咬牙切齿的，那是干什么玩意儿？我真受不了你这样的，真的。你不服吗？去去，待着去。哎，既然你们话啊都说到这儿了，那我要问你们一个严肃的问题。啥呀？什么？到底什么时候开饭？服了，吃你的！啊，不饿吗？哎呀，不是3句就离不开吃，我跟你说。09、08、07，咱搬到新小区有2年了吧？有了。哎呀，这老葛可是真倔呀，倔了一辈子。玉芬走了都3年多了，他就非死守着这1号院，这破破烂烂的，你说这图啥呀？这是图啥？哎，在1号院住了40来年了，有感情舍不得呗。谁没感情啊？那咱不是带着感情给搬了新家了？你说这再有感情，人不能受罪吧？咱新小区，电梯、天然气、暖气，那住着多舒服！你非守着这破1号院，接送个孙子还得骑个电动车骑10好几分钟。谁说不是啊？我说，今儿啊，咱们无论如何要劝老葛搬出来啊！咱老哥几个这几年30次过马路有了吧？可不，没有作用啊！哪一次不是碰了一鼻子灰出来的？哎，我说，今天啊，咱得注意方式方法。老葛是个顺毛驴，咱不能硬来。这一年的，我看那身体啊，那还连我都不如。你别看我腿不好，我比他还利索。你坐着，坐着。老葛啊，那宝珍一直念叨，说你要搬过去多好啊。他没事儿炒2个菜，咱哥几个坐一起，喝点小酒，多美。艾父说的对，厂长，你就跟我们大家伙，咱都搬到那新小区去，下棋、打牌，看老太太跳广场舞。多美的事儿啊！你这心里要是闷得慌呀，你把你那82年别人送你那高粱酒拿出来，老几位陪你啊，小肚子上根弦，
给你谈谈心。便宜你了。哎，你就是不为你自己考虑，也得为孙子考虑考虑吧？对嘛，这浩浩都读初3了，功课也挺紧的，咱这小区住着多舒服呀！啊，哎，再说呀，那离那中学也近呐。他是个孩子，让他跑跑没事儿的。哎呀，你这个我不管了。咱们65年进的厂子，咱们哥几个到这儿来的。那时候来的时候，一穷二白的，啥玩意儿都没有，住的地儿都没。我们住哪儿啊？工棚。这合着我是工棚里出生。这你得问你爸爸。外边下着大雨，里边漏着小雨啊，熬了3年，把这宿舍楼给盖起来了，是不是？你看到墙上这每一块砖呐，都是我们老哥几个一块一块的搬过来了。我这一住啊，46年，我跟玉芬结婚就在这个屋里头，是吧？那时候哪是自由恋爱啊，都是组织上给介绍的啊。哪有什么感情啊？也就是工作上相互支持，生活中相互扶持。按现在年轻人一句时髦话怎么说来着？先结婚后恋啊！哎呀，话说回来，这一辈子呀，都是你玉芬阿姨照顾我。你看我当厂长那几年，厂子里边多少事儿啊！整天不着家，白天出去，晚上回来睡一觉，把这儿当宾馆喽。话说回来，还是玉芬照顾我呀。她走了头几年，嘿，我还是真有点不适应。我对不起你玉芬阿姨呀，跟我受了一辈子的苦。高叔，您不愿意搬家，是因为太平吧？跟他有他妈什么关系？你葛叔我这一辈子，我严于律己，我兢兢业业。我活的是光明磊落呀！我生出这么一个不争气的东西了。哎，我得生点气。行了，生点气。哎，行了，消消气儿。这都过去多少年了？对，高叔，您别激动。我呢，现在也是孩子爸爸，我也理解很多以前不理解的东西。这天下有哪个当爹的不牵挂自个儿孩子呢？啊？您啊。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哈！我可听小浩告诉我，他每次吃肉夹馍的时候，您都在他身边，告诉他，这是他爸从小最爱吃的东西。还有，那传达室的王大爷可告诉我，葛叔没事就上那儿溜达去，就看看有没有人给他写信，啊！葛叔。我知道您的心思，您就是打心眼里放心不下太平，不然也不会把他照片放在这么明显的位置。可是葛叔，这都什么年代了，哪有人写信呢？这几年，我们小哥几个想尽各种办法打听太平消息。我俩从小一块长大，我了解他。他这身上有您的特质。做事认真，性格执着，不轻易言败。我信任他，我相信以他的性格，未来一定能做出成绩。咱们华气呢，现在也是蒸蒸日上。对啊，对，太平迟早有一天会回来。可是我希望他回来的那一天，能看到您带着小浩，住在那敞敞亮亮的新房子里。把这日子过得美美的。
我说，这周6，我带着国庆小军过来帮你搬家，好吗？好。哎，就这么说定了，师兄，这个周6咱就搬，我们老几个也过来帮忙，我同意。就这么定了。然后，开手，准备啊！3、2、1，走！来，抢球！哎，喂，防守。展猛！哎，爸，我累了，你投一个。你们玩吧，你投一个，看谁投的准。我投也行。我要是进了，你们2个一人20个俯卧撑。行行。我要是输了，我做40。哪儿投啊？这儿，在这儿。这儿啊？在这儿。好，好了啊。7、6、5。爸，我做完了。给爸拿点水去。得嘞。3个，还有2个啊。2，最后1个。1，好。哎叔，做完了。小浩，投篮呐，别犹豫啊，自信一点。该出手的时候就得出手。知道了。爸。啊。回来了。先给你浩哥。你这能行吗你？来吧。好嘞。哎呀，走，带你俩吃烤串去。走着。哎，都在哪？哟，来了，这么着急找我们俩来是什么情况吗？我着急请你们俩过来，是因为我们销售公司这边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啊。6月27号，国务院正式印发了打赢蓝铁保卫战3年行动计划，深圳、广州、天津、海南都在推进国6标准实施，时间基本都在2019年年初啊，这可比之前的计划提早了1年半。现在这几个省市啊，已经跟我们签订了购车合同的顾客呢，纷纷都来询问，问华汽是否能够在半年的时间里面生产出能够达到国6排放标准的重卡，说如果不达标，就会取消订单。这可在排放的限值上，相比国5、国6阶段氮氧化物和颗粒物排放限值分别加严到了77%和67%，并且新增了粒子数量的限值要求。这样的排放标准已经完全超过了欧洲，所以说要达到国6标准，需要实现的技术难度非常高。我们原本呢是想多花1年的时间去完成后处理系统集成到 ECU 管理软件的任务，但是目前来看，我们只有不到半年的时间。那这不到半年的时间之内，咱们能完成吗？半年的时间肯定是完不成，但现在这种情况，我也没有什么可讨价还价的。作为总工，我会立马成立技术攻关小组，必须在半年内解决这个难题。这10年来啊，咱们在技术研发以及产品储备上，幸亏是有了一些准备，也有了自主研发 ECU 的经验，否则这次真是措手不及。另外啊，提前实施国6标准，势必会降低消费者对国5车型的热情，导致某些国5车型从热销变成了滞销，啊，进而呢就成为了库存。库存量一旦上升，就会对我们现在的这个正常运行
造成极大的影响。已经有好几个省代理都在问我，说这个卖不动的国货车型怎么办，应该怎么处理？现在啊，还有一个难题，为了实现国6的排放标准，我们大概要增加10%到15%的生产成本。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该怎么跟下面4个省市的顾客去谈这个价格？我现在得到的反馈，他们都不同意涨价，所以现在这个问题该怎么处理？哎，我这话没跟你说完呢，你走什么呀？我这没时间了，我着急去研究院开会呢。我就是要跟你说研究院的事儿。我看到你们那录取名单了，怎么又没有小浩啊？啊，他这次不是考80多分，进了前50了吗？忘了跟你说了，这次一共考了5道题，没有1道题考得好。我给了他不及格。你给他不及格？哎，你还不了解他的情况吗？啊，他去年考笔试是没考进前50，那不怪别人，怪他自己基础不好，对不对？那今年他边在马站的修理厂上班，边自己在家复习，那考的就挺好呀。可面试一共5道题，没有1道题答得好，可以说在所有面试的考生里面，他是倒数的。不是。小浩这孩子最大的短板不就是表达吗？那跟你那些能说会道的考生比起来，那肯定吃亏呀。我知道小浩这次为了考试准备挺多的，在家对着那镜子，又是面试又是演讲的，不就是为了不怯场吗？我跟你说啊，这面试考的就是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那重要性一点都不低于笔试。面试通不过，公司就不能聘用，这是公司的规定。小浩这孩子从小就不知道妈是谁，是有个爸跟没有一样。那他这成长环境不就造成了他从小就不自信吗？哎，他又偏偏喜欢重考，还就想去你的研究院上班去。这次要顺利能考进研究院，那不就是给他一次脱胎换骨的机会吗？你干嘛不给人这机会？干嘛呀？谁不给他机会了？你就是没给人机会。赶紧下车，下车！我不下，我着急去开会。你爱去我就不去。小雪，播放，请你离开。好的，现在为您播放，请你离开。小雪，播放就不离开。对不起，没有这首歌曲。我跟你说，我真不知道我怎么说呢。哎呀，赶紧走，赶紧走，走。马叔，哎，这车不缺机油啊。啊，行。小浩，长安，怎么着？安叔，哎，来我这儿接人了。浩浩，你马叔还真舍不得你走。安叔，研究院的录取结果出来了吧？哦，我又没考上吧？怪我，当时太紧张了，5道题都没做好。不是，什么情况？今年又没考上。哎呀，小浩，叔啊，是看着你长大的，你这孩子做事认真，啊，性格稳重也内敛，有的时候这个学习上还死较真儿，啊，有的时候碰到一个问题，这一宿都能不睡觉。你说你这笔试考的不是挺好的吗？那面试的时候那考官就是你审疑，你说你紧张个啥嘛？你对呀。哎，安叔，其实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今年考不上，明年再考。您去年送我来的时候不是说了吗？要想做好重卡设计师，就要熟悉每一个零件。我今年确实也学到了很多过去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我愿意再学1年。浩浩，在马叔这儿永远都欢迎你。
但是这个世界上不缺一个修理工。你爷爷和我们大家都希望你能成为一个工程师、设计师。你说对吧？对呀。这样哦，今儿回去，你艾叔就跟你沈姨说，这个研究院现在正在进行国六 ECU 的这个攻关，我就让你沈姨给你安排进去，先实习去，你就当跟你沈姨先提前工作了。艾叔，不用麻烦沈姨了，我这能力去了也是给他添乱。我说你这孩子怎么一点自信都没有？这事儿你别管了，你就包在我身上了。哎呦，哎呦，你哎呦什么呀？你不服吗？扶我一把，我腰闪了。啊？腰闪了？这儿啊？哟，真的呀？哎呀，小浩，你修车吧，我赶紧陪你马叔去趟医院。慢点，慢点，真事儿啊！慢点。没事吧，马叔？这行不行？你照我这身体素质啊，差远了。我告诉你，就怪你。什么玩意儿怪我？你先忙着吧啊！这事儿包在叔身上了啊！人家都说了，你就是轻微腰间盘突出，回去找根单杠吊一吊就好了。得了吧，我这就是当年在战场上推你那把落下的毛病，你别想赖啊！讹人是不是？哎呀，我就讹你了，这辈子就讹你了。妈，秦姨，哎，您这是给谁送饭啊？送饭来了？蛋炒饭。什么蛋炒饭啊？我问的是您给谁来送饭来了？这给一老同志，身体不舒服，就想吃我这口西红柿炒蛋，我赶紧的啊！老同志哪有我不认识的？谁呀？不熟悉的，送个饭磨磨蹭蹭，孙子都喊饿了。那你开的那是前驱车，你入弯速度那么快，你不减下来，那不推头了吗？那不就贴墙上去了吗？爸，啥叫推头？转向不足，你速度太快，前轮没有抓地力了。哎，闯，没事吧？啊，爸妈，没事吧？上哪儿了？我看看。啊，他呀，他就是跟朋友去那个赛车场里去玩去了，结果受伤了，没伤着骨头，没事。这还没事啊？头上着没？我看看。行了，没事，妈。脑袋伤了还能给咱俩打电话？哎呦，一听说他受伤了，把我们俩给吓的，赶紧到上海把他给接回来了。怕你俩担心，死活不让告诉你们。翅膀硬了是不是？啊，大一上了不到1年就给我把学退了，跟我们俩说了吗？跟爷爷奶奶说了吗？就不知道怎么想的。我告诉你啊，伤养好了，重新给我高考去。瞎学什么赛车？你看周围哪个人像你这么不务正业啊？我态度跟你妈一样，你现在关键就是要好好学习。我的态度跟你奶奶一样，等大学毕业了，想干什么我们绝不干涉，但有一样啊，这种危险的事儿以后不要再干了。哎呀，爸，那干什么事儿没危险？那我小时候去当兵的时候，上战场的时候，这不。你上战场是国家需要，那能一样吗？他现在是把学给退了，那不瞎折腾吗？小爽现在多大呀？19岁，那是正青春。什么是青春？青春就是瞎折腾，青春不就是犯错吗？那青春不就是不走寻常路吗？我告诉你，只有这样，爱闯才知道以后什么是正确的路。爸，现在的你正青春。我问你，学赛车的钱哪儿来的？哎，小夏，最近这片子有意思啊，《奔腾年代》讲行业剧的。我早就看过了，我都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以后我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你不要总是插嘴，不
不要总是站在我的对面，我还怎么教育他，还能听话吗？你看看咱妈啊，那我说啥那都是顺着我说的，你学学行不行？爸妈支持你，那是你们的想法一样，但是我跟你们的想法不一样。我一直很支持子女有自己的态度。我觉得这人生最大的败笔之一，就是把自己的子女培养成自己的复制品。复制品怎么了？我就是我爸的复制品。你是你爸的复制品，这非常好。但是我觉得小闯要是你的复制品，那就不好了。怎么了？这复制品啊，是惊喜的敌人。打败敌人的唯一方式，就是让小闯在这人生的道路上，给咱俩不断的制造惊喜。行，这些我都听你的啊。但是有一点我很坚持，爱闯必须给我上大学。大学教育是一个人成长的重要基石。是，上大学是好事儿啊，但是上大学不是唯一出路。我、小娟、太平，我们都没上过大学啊，但是从来就没有停下学习，从来没有停下奔跑的脚步，也从来没有让华气熄火。你不服吗？不服。我跟你说啊，现在时代不一样了，现在的市场竞争是知识的竞争，是科技的竞争。一个企业要是想崛起，它一定要依靠强大的科技实力。要都像你这样的话，那我们怎么打败强大的竞争对手呢？是，你说的都对。但是我告诉你，只要咱们给小闯正确的引导，他就不会被对手打败。哎，行了，我说这么多都白说。你给我要看月嫂先生。看着呢。赶紧，给我都看过了，我要看月嫂先生。哎呀，受气。杨叔，哎，你累不累啊？你要不要我把你扶到卧室去？哎，不用了，马上要吃晚饭了，就把他扶到沙发上吧。啊。啊，那行。哎，慢点儿，慢点，慢点啊！哎呦，我这老寒腿呀！辛苦你了。哎，来，赶紧你也坐会儿啊，休息休息。亲啊，来喝杯水。今天我去做饭，我们就3个人一块吃饭。对。阿姨啊，今天不行了，今天我妹妹过生日，约好了一家人要聚一下的。哦，那行，那下次要留下来吃饭的啊。哎，好，那如果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先走了啊。好的，走了，杨叔。哎，慢点啊。哎呀，国清这孩子真不错啊，这10几年来都靠他来照顾我们。特别这2年你腿脚不方便，来得更勤快了。你说说，你这人多有福气，老了还多了半个儿子。哎呀，那当年闺女谈恋爱的时候，哎，你怎么就没想着这半个儿子呀？啊，人家现在是车间主任，你。我怎么了我？你不知道你女儿多大岁数了？53了还单身。哎呦，想想就生气。哎呀，算了，她也这把年纪了，不行，不管啊，我得给她打个电话。哎呦，哎呀。不是，薇薇说这2天在哪儿了吗？此刻的心情很美，沐浴在时光的里面。窗外的风很温柔，像你的手插进我发间。那一天匆匆的邂逅。妈，妹妹啊。妈妈有一个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你。我爸他怎么了？你爸没什么事，是你妈生了大病了。妈，你怎么病了呀？对呀，我那个头痛、脚痛、手痛，哎呦，还有心脏也痛。你也知道的，妈是医生，妈都不知道是哪出问题了，肯定是出了大问题了。
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喽。那好，我现在在新疆采风，明天就回去。那早点回来啊。你真够可以的，又骗闺女啊！哎，还咒自己呢！哎，你跟女儿说话不能这么耍手段的呀。那回来挺好的，我也想她了。每个家孩子都有每家孩子的问题，都不让自个儿父母省心。那你看我从小不就是吗？我让我爸我妈省心了吗？那可不一定啊。徐迟的女儿就很优秀。徐迟的孩子，不是在国外留学的吗 ？Sharon 啊，在美国出生，2年后不就回国了吗？后来又去美国读的大学，现在在读汽车设计专业的硕士。徐迟啊，还说服他女儿来华汽实习3个月，他也希望他孩子毕业之后就来我们华汽工作。我跟你说，徐迟这个决定做得非常对。哎，这 Sharon 啊，最开始还看不上我们华汽，连续跟我说了3天要走，但他没想到啊，我们华汽啊正在攻坚解决的国6排放标准，是直接和欧6接轨的全世界最严格标准，这在美国他都没见过这种课题，所以这孩子呀就心甘情愿留下来，张口就是技术，闭口呢就是先进。哎呀，看着他的样子啊，就想起30年前的我。哎呀，我觉得啊，像这样的年轻人应该多招一些才行。哎，要不这样，你呀，让小浩也去你那儿实习去。不行。那为什么不行啊？就因为这俩孩子，一个人爸爸是徐迟，一个人爸爸是葛太平。这胡扯什么呢？我胡扯什么呢？徐迟那闺女叫什么名来着？乐怡啊。英文名。Sharon。Sharon。这么大岁数了，吃什么干醋啊？我为什么不能吃干醋？你英文名叫 Sharon， 徐迟居然给他女儿起的英文名也叫 Sharon， 我还不能吃点醋了？我还没说你呢。我怎么了？看看啊，看看杨威写的这个，那里面说的，穿绿色军装的徐峰是谁？是不是你？好，给我念出来。画好了，握好了，给我看。一个绿色的身影从我眼前一划而过，就在他转头的那一瞬间，我看到了一副不羁的笑容，青春浸染了整个脸庞，浑身上下散发着那股劲儿，侵略性极强。他叫徐峰，刚刚退伍半个月，汽车兵。人家说的是徐峰，这能说明什么呢？这还不能说明什么吗？这说明啊，你还没看完。你看完了是吧？我上个厕所去。哎呀！浩哥，这次伤得不轻啊！嗨，没多大事儿。我听艾叔说了，你不是在人民医院住院吗？我本来打算这周6去看你的，怎么样？这次好了，有什么打算吗？回上海啊，继续玩赛车。哎呀，你都不知道，这在家待的日子啊，一天天过的，没刺激。你想要什么刺激啊？过山车你坐过吧？很多人坐了过山车以后，都会感觉自己头重脚轻的，站都站不稳。而 F1 赛车在极速和高速过弯时候，加速度能达到5G 以上。我是没有体验过，我只坐过重卡。相比赛车啊，重卡顶多是个保姆车。那你就打算彻底不读大学了，做一个专业的赛车手？我是这么认为的。虽然我们现在的赛车行业啊还没有那么优秀，拿出去的奖项呢也没有人家国际的奖项那么有含金量，但是我认为啊，我们的未来一定不能止步于此。
我这辈子就想看到中国赛车能够飞腾起来。艾叔肯定是支持你的，但是你妈和你爷爷奶奶能同意？连我爸都说了，这事肯定是我自己拿决定啊。对了，我爸这2天啊一直在找我聊新能源车的事儿，还特别让我推荐了那个特斯拉去年刚发布的电动卡车，叫 Tesla Semi。我爸看了那些数据以后啊，整个人就不一样了，那下巴都到这儿了，我跟你说。然后呢，拿个小本在那记。我说干嘛呢你？然后我看他在那记呢。我说你记它干嘛呀？我说我一会儿上网给你复制下来不就得了吗？我爸这才反应过来，晚上给我做了顿大餐。你就说我爸多有意思。哎，真羡慕啊，你有个好爸爸。哎，我爸呢，一直把我当家里的小儿子，你呀才是人家的大儿子，所以啊，他是咱俩爸。哎，对了，哥，我记得你在高中的时候你就跟我说过，你知道你这辈子想干什么，对吗？你说你想像我妈一样当华汽下一代的总工程师，设计出更好、更先进的发动机，对吧？但是呢，这几年啊，我跟我爸一直在聊新能源车的事儿，就连我爸都在感慨，说这汽车的新时代啊，终于要来了。不是，咱俩才20多岁，这燃油发动机再过10几年就该寿终正寝了。现在科技进步的太快，得抓得住人才能生存下去。所以哥，你是不是怎么也得琢磨琢磨这个理想，稍微变变？不管华汽未来做什么样的车，我当总工程师的梦想不会变。因为我爷爷总跟我唠叨，他在华汽待了一辈子，做厂长14年，但是在他的手上，厂子并没有做得很强大，他很遗憾，所以我一定要努力替爷爷完成他没有完成的梦想，把华汽做得越来越强大。这不也是艾叔和沈姨的梦想？是啊，哥。多年后的我们，一定会感谢现在奋斗中的自己。咱俩得一起努力，加油！在国6的技术路线上，我们华汽采用的是 DPF 加 DOC 加 SCR 一体式后处理系统。该系统的转化率可达96%到99%，大幅提升了我们国6发动机的可靠性和燃油经济性。不过，在测试过程当中表明，我们自主研发的 DPF 的工作效率远远达不到设计要求。是不是我们设置的工作温度620度还不够高啊？ DPF 的内部温度设定在600到620度，肯定没问题。DPF 里边的专用喷嘴是由 ECU 控制，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我们设定的这个喷射时间有问题？不会，我们经过反复检查，不会出问题的。徐乐怡，你有什么想法？沈总工，我和大家的想法不一样。说来听听。目前国际上 ECU 的再生方法有4种，其中主动再生的方式主要有3种，而我们华汽采用的是第1种，通过 ECU 控制专用喷嘴，直接往排气管内喷射柴油，形成了燃烧火焰，形成高温。第2种是通过 ECU 控制发动机喷油器，在发动机里喷出柴油，排到排气管进行燃烧，形成高温。另外还有第3种方式，就是在颗粒捕捉器里采用电加热的方式形成高温，最终将捕捉到的颗粒物燃烧成2氧化碳，然后排放出去。我认为其实第3种方案结构简单，成本也相对比较低廉，最主要的是如果发生故障以后，它的检修非常简便。你说的第3种方式啊，其实一开始我们就考虑过，但是显而易见，电加热的方式跟柴油燃烧方式相比，不但升温速度慢，热效率也低，而且我们查阅了大量的国外厂家的实验数据，显示实验结果都不如前2种。这个是我昨天在查阅资料的时候看到的。
上面是美国福特一位工程师写的实验论文，他在完成了对 DPF 内部结构改造以后得出的实验数据，事实证明了第3种实验方法完全可以和前2种效果持平。咱们选用的是第1种方案。2年时间里，我们已经进行了9轮的测试，应该说是胜利在望。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允许我们再更换方案了。好，那我继续啊。明天呢，我们要重新再进行一次 DPF。沈总工，我可以自己单独把第3种方案做一次实验吗？争取在3个月内，在我结束实习期之前，给您一个准确的实验数据。好，那就按你的设想去做吧。我们研究院所有的设备跟器材你都可以用，如果还有什么其他需求，直接跟我说。你很像你父亲徐迟。你好。微微，沈夏， 25年了，我真不敢相信，眼前站的是你。25年了，25年，我眼前一直站的是你，是你们。你的小说我拜读过，七剑也都拜读过。你一直在我们身边。沸腾人生，看过吗？叶秋这个名字真美，谢谢你啊，微微。很荣幸能成为你小说的女主角。好啦，现在我要去看我的女主角了。啊？我妈啊，那你快去吧，你先跟妈妈聚，然后我们改天再聊啊。好，你先去忙，回头聚啊。好嘞。不是让您在家记得把消毒机打开吗？妈，起来吧，别装了。您是医生，您比我清楚。老是躺着，没病都能躺出病来。其实，您就是没病，我也该回来看看你们俩的。妈真的病了。你让我看看。你哪儿病了？你就是妈的大病，好吧？好，好，好，妈，您消消气。以前我回来都很匆忙，我答应您，这次我多待几天，好好陪陪您和爸。刚才妈妈问你的话，你赶紧回答。你对国庆到底怎么想的？我刚才碰到沈夏了，她和长安现在怎么样呀？什么怎么样啊？人家2口子过得好着呢。一个是副总经理，一个是总工，孩子在上海读大学。再看看你现在什么样子？美好，就是我的样子。用一支笔写不同的人生。沈夏和艾长安，他们只能过2个人的生活，而我，许许多多的人可以在我的小说中生活。这种感觉，是无比美妙的。妈这个人眼刁，不会轻易夸一个人的，啊！他未娶，你未嫁，你们俩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好吧？定下来可以，
但只能在我的小说里。妈，有一位舞蹈家姓杨，跟我一个姓。他说过，有些人的生命是为了传宗接代，有些是享受，有些是体验，有些是旁观。我呢，是生命的旁观者。我来这个世上，就是看一棵树怎么生长，河水怎么流，白云怎么飘，甘露怎么凝结，花儿怎么开的。囡囡啊，妈妈何尝没有年轻过呢？你的心思妈理解，可是现实问题咱们也要想一想，对吧？妈，现实问题我也考虑了呀。我靠着自己的版税收入，自己买了房，完成了您没有完成的人生理想，做了一名独立女性。您不替我高兴吗？高兴，真高兴啊！我女儿这么大岁数没找到对象，我好不容易有一个儿子啊，还要在小说里找媳妇儿，我真高兴，我怎么能不高兴呢？你看你说的什么话呀你？妈，您病好了呀？您喝水喝水啊。哎呀，老马呀，我这最近是很焦虑啊。你说，明明这黄金产业链已经布局完成了，明明华气是蒸蒸日上，明明大家伙的日子是越过越幸福，可是我总觉得缺少个什么。哎，我在家想跟小夏聊聊天，结果呢，人家更年期，没聊几句话就跟我急，没聊几句还跟我急，我这实在是受不了。哎呀，我这最近睡眠也差，半夜经常惊醒，醒了之后就东想想西想想，想些乱七八糟有的没的，眼睛一瞪，天亮了。先喝口茶。现在国六 ECU 的事情迫在眉睫，我知道，你作为分管销售的副总经理，压力也很大。这国六 ECU 啊，的确是个难题，但是咱们的研究院技术还是很强大的，我相信早晚能解决。我想的是另一个事儿，大事。我就知道你这猴脑子从来不闲着，说来听听。哎呀，你没看新闻吗？很多国家都宣布了，2030年就开始停售燃油车了，再过12年，燃油车就没了。我们都当过汽车兵，你突然告诉我听不到发动机的声音，闻不到柴油味儿，我还有些难过。难过也得过。啊，再过12年，全球停售燃油车。要想要华气不熄火，那就必须马上开始研发新能源车型，甚至是无人驾驶。无人驾驶，人去哪儿了？不敢想，没想过。就你敢想？什么叫我敢想？是应该整个行业都敢想。你说，万一哪天杀出一个搅局者来，就像这个当初的数码相机。打败数码相机的可不是相机，那是智能手机。哎，万一哪一天一个互联网公司生产出一个性能优越且价格低廉的新能源车型来，到时候怎么办？到时候咱们只能在目瞪口呆中被时代彻底淘汰了。你说的对，我有点懂你的焦虑了。哎呀，可是我不能只是焦虑啊，老马。可是我现在有点焦虑了。啊？你说我这修理厂不会随着你那无人驾驶变成无人修理了吧？送你4个字，讲。来，技术升级。啊？啥也不懂。关于这个新能源重卡啊，我这2天又整理了一些资料，拿给你们2个先看看。咱们呢先小范围沟通一下啊。你们要是没问题，我再继续向董事长汇报。我只能给你20分钟时间，我等一下还要去研究院开会。我今天晚上的飞机被哈在赫斯坦，去处理几件办厂的事，所以我的时间可能也比较紧。好，明白了啊。那我就长话短说啊。关于国务院颁发的打赢蓝天保卫战3年行动计划，你们已经很清楚了，
是吧？但是这里面有一项内容专门提到，环卫车、邮政车、港口、机场、铁路这些货场作业车即将换成新能源以及清洁能源重卡，这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国家对环保的标准日趋严格，这对新能源重卡来说是极好的市场。所以我觉得咱们华汽应该把握住先机，尽早的量产出新能源重卡来。长安，这推广新能源的电动重卡，这最大的难题就是续航，还有这个电池充电的时间问题。那这个你怎么考虑呢？采用换电模式。现在国家呢已经开始准备出台相关的扶持和鼓励政策了，就是支持车电分离的新产业模式。那你打算在未来的多长时间之内，在全国需要建立多少家换电站，以及投资大概是多少？我考虑了一下，2年之内吧，1000家换电站，大概耗资是20到40个亿。多少？没说完呢，你听我把话说完了。这个钱不是咱们出，我会去找这个电池厂家去谈合作，合资来建设这个计划。那就按你说的，1人1半。可就算是出1半，那也是个不小的数目。没错，而且这个数目还只是用来建设换电站的。如果电动重卡需要量产，那么我们上生产线等等之类的所有加在一起，至少需要50亿。所以我建议啊，咱们即将开工的延长5万台国6柴油发动机的生产线暂时停下来。什么？蒜要吗？当然要，咱们这不是说吃面不吃蒜，香味少一半。因为没想到啊，在德国生活了20年，还能吃蒜。其实，要没有这2瓣蒜，我还真写不出关于故土气息的小说。这不是蒜味儿，这是生活的滋味。大作家就是大作家，说话是不一样啊。哎，这几年啊，我经常去你家，我看到杨叔跟唐姨他们俩那么相濡以沫的，感觉真是挺幸福。我爸性格内向，我妈又特别泼辣。小时候，我感觉我妈老欺负我爸，我爸却毫不在意，他就坐在旁边拉他那手风琴，拉着拉着，我妈的脾气好像就消失了。以前是我爸照顾我妈多些，但现在却是我妈照顾我爸更多些。真羡慕他们俩。你看啊，我妈呢去世太早，所以我爸现在就特别孤单。不过还好，有我一直陪着他。国庆，这些年一直麻烦你照顾我爸妈，我真的特别感激。我是一个写小说的，经常要在作品里为那些角色寻找伴侣。这次回来，我妈非要给我在生活里找一个伴侣，但遗憾的是，生活里我那位主角的形象，我都还没有勾勒好呢。薇薇，你看咱们两家做了这么多年邻居，两家父母呢又是在一块儿工作了几十年的老同事，你平时也不在身边，我就是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应该的嘛。替我爸妈谢谢你，是你让他们白得了一个儿子。我也谢谢你，你让我有了安全感。这个时代不同了，那以前是燃油机时代，所以咱们要不顾一切的去搞自主研发。可是现在呢，
现在是新能源兴起啊，咱们必须把握先机，对不对？把所有的资金都用在新能源的试产量产上，而且咱们必须要提前布局无人驾驶的计划。即使到了2030年，全球禁售燃油发动机，我们也不能没有自己的发动机。这个建议，我坚决不同意。那我的第二步方案，你们也不会同意。你还有第二步方案？实话告诉你们，就算咱们的新生产线下马，这资金也是不够用的。所以我建议，3到5年之内，从领导到职工全部奖金停发，把华汽所有的资金集合起来，打一场技术转型的大战役。艾长安同志，在大趋势上，我跟沈夏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对吧？这个国产重卡往新能源重卡方向发展，这是国之大事，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具体到咱们华汽怎么布局、怎么实施，这些都需要我们冷静下来去做一番筹划的，不能太过激进呐。老薛，我这不是激进，是领先。领先，才会让华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才能让华汽永远不熄火啊，才能让所有的华汽人他们的生活都充满幸福的滋味。领先，就是向未来致敬。现在，关键是沈夏、徐迟他们2个根本不同意我的想法。难道真的是我想多了？我杞人忧天了？说实话啊，你要是问我的个人意见，我也不同意。咱们华汽好不容易走到了今天，自主研发带来的技术积累那是功不可没的。国家其他的重卡厂家能够自主研发大功率柴油发动机的屈指可数，咱们应该发展咱们这个优势。这新能源车，无人驾驶是挺美好的啊，但是啊，这跟吃馒头一样啊，你总不能说因为吃到了第5个馒头吃饱了，然后前面那4个馒头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是吧？那大家伙这好不容易啊，才有天天顿顿红烧肉，你现在又让他们回去过苦日子，能同意吗？还有啊，那个我大舅哥刘国庆啊，你让他这个车间主任怎么面对啊车间里的几百个工人？所以说呀，我也反对。你们2个根本就没明白我要说什么啊！我们有自主研发能力，当然好，无论是研发这燃油车，还是将来的这新能源，是不是？而且我也从来没有否定我们之前走过的每一条路啊，每一个脚印啊。我只是想说的是什么？我们要把眼光往远看，对不对？我们要做这个重卡行业的领先。我明白你的意思。现在的问题是，按照原计划，年产5万台柴油发动机的生产线一旦建成了，能够大大提升我们的竞争实力和竞争优势。你现在一句话，咔，停下来了。把钱全都放去什么新能源、自动驾驶，谁敢保证这个事儿一定可以成功呢？那我问问你，80年代咱5改7的时候，你想过会成功吗？啊，90年代军改民的时候，你想过会成功吗？那咱华汽不都是一直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步趟过来的吗？情况不一样啊，那2次改革。是因为华汽啊，确实是遇到困难了，走到了绝境，是不是？所以说，啊，不换条路的话，那华汽就完蛋了。但现在呢，明明就是华汽，就是蒸蒸日上，大家的生活就是无比的幸福，你偏偏在这个时候跟大家说啊，那个将来华汽肯定会遇到困难，注定要走到绝境。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就得换条路走。你说你这话怎么能跟大家说得清楚？那大家伙又怎么能够相信你？啊？好了，你这句相信说到点儿了啊！
我焦虑啊！啊！我跟你说呀，看到了吗？这就叫背道而驰啊！哎。爷爷，艾叔他们来了哦，说您今天80大寿，要跟您喝一杯。哈哈，我就知道他们要过来。艾叔还给您买了个新的抽油烟机，您厨房那些老家伙们呀，该换换。哎呀，不用这么浪费啊！老爷子回来了哦，菜做好喽！哈哈，都做什么好吃的了？哎呀，全是你爱吃的。好，您看看啊！哎呀呀，好嘞，来，长安呐，哎，感谢你们哥几个这么多年对我的照顾啊！来，咱们喝一杯。来，好。哎，老爷子，我今儿啊特意没把沈夏、小军他们一块儿叫。哎呀，不用来，不用来。哎呀，我知道他们都忙啊。你们七件现在想聚齐了，恐怕也难了。老爷子，哎，我替没来的七件敬您老一杯啊！祝您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哎，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好嘞。你们都忙啊，都各奔前程了，那就但愿前程繁华似锦吧。哎，动筷！哎呀，老爷子也尝尝这红烧肉。老爷子，哎，生日快乐！香呢？啊，生日快乐！你今年50，哎，你都53了。哎呀，我像他这个年纪的时候啊，正好是咱们华期五改期刚刚顺利完成那档。你们是不知道，你这葛爷爷啊，那时候厂子里边热闹啊，充满了生气。我个人啊，也是年富力强。爷爷我在华企啊，当了14年的厂长。当时我一心要把华企做大、做好、做强喽，啊！可是这一眨眼，我们这代华企人都老喽。老爷子，这话我可不同意啊！你们看看啊，这葛爷爷的眼睛里还燃着一团火呢。不老，老什么呀？革命人永远年轻。我当厂长那档啊，只要是没有红烧肉吃，你爸爸就带着一帮小哥们就跟我闹上了。现在天天吃上红烧肉了吧？哎，爷爷，现在谁还总惦记着吃食堂的红烧肉啊？哎呀，就吃了这个红烧肉啊，就让我想起五改期那档。那个时候，是今儿吃了红烧肉，不知道明儿能不能吃得上；明天吃完红烧肉，我就不知道后儿能不能吃得上。那时候这红烧肉的滋味啊，哎呀，香啊！
现在，就像孩子们说的，谁还惦记着食堂里边那些红烧肉啊？为什么呀？你家家天天都吃啊。可是呢，那时候红烧肉的滋味没了。老爷子，咱们那会儿吃的红烧肉，那才是幸福的滋味。现在呢，大家伙都有了这充实的工作，稳定的收入，这家家都不缺这大鱼大肉了，哎，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但却少了这幸福的滋味。哟，为了你这句幸福的滋味，可是我敬你一杯啊！爷爷，哎，我总听您和艾叔说过去的红烧肉好吃，现在却没了那个滋味儿。现在其实我们是选择多了，我们不光吃红烧肉，我们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对我嘛，就爱吃这大鱼块，多吃点，多吃点。嗯，这小浩说的没错呀。我告诉你，你艾叔我当年去高原试车的时候，你爷爷就站在这厂门口，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记得都是清清楚楚，就说这红烧肉就得一口一口、一碗一碗的一直吃下去，这红烧肉就得吃的是有滋有味儿，是不是老爷子？哎呀，可是现在到了他们这个年代，选择就不仅仅只是红烧肉了。就像咱现在的华企，如果不加快脚步搞技术升级，如果不做到行业内的技术领先，那这未来就只能有幸福的样子，不会有幸福的滋味。幸福的滋味，懂了。哦，没懂。你爸爸就像你这么大的年纪，在厂子里边，我就不给他好脸。为什么呀？我一直担心，如果我们这代人老了，这帮年轻人，他能把华企搞好吗？现在呀，你居安思危，我放心了。来，咱们爷儿四个为了这幸福的滋味，哟，干一杯！好，等会儿啊，把酒倒上。干杯！来，干杯！干杯！好。
你找什么呢？您找什么呢？太平，哟，薇薇，哎呀，我之前就听沈夏说你回来了，可你这么多年也没变化呀。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长安，你也没变。啊，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哎，怎么样？没有啊。那个，周围找了一圈了，根本没有看到人。啊，哎，薇薇啊，那个你确定没看错吧？太平，我怎么会认错？可是我可一直在葛叔家，这太平压根儿就没回来。那就奇怪了。你说这太平要从楼上下来，又没回家，他想干嘛呀？反正啊，他就是不想回家看他爹看孩子，但是他最起码也跟我们几个联系联系，是不是？哎，你找着了吗？没有啊。刚才啊，我把咱们周围所有的酒店还有宾馆全都问了一个遍儿，也没有太平的信息啊。这个老家伙能住哪儿去呢？我有句话，不知该说不该说。虽然我只看了他一眼，他还低着头，但我就是觉得他状态不对。哪里不对啊？我还是坚持我自己的观点啊，我觉得是微微看错了。不会，如果他们是迎面相对，啊，我觉得微微不会看错。那你说他太平现在混在哪儿？太平这些年啊，屡战屡败，可是又屡败屡战，他可能是累了。这一个人要是累了，他最想去的地方，那一定是他出发的地方。这两茶两座，等我呢。等你很久了。我们等了你20年。这20年，我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但我一直在战。我累了，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这人生不就是不断躺下，不断站起来的过程吗？看你怎么选了。我当然不能一直躺下。这些年我在外头学会了喝普洱茶，生普高香，熟普温润。你选哪个？这茶我是真不懂啊，选择你来做吧。那就喝熟普吧。懂茶的人都说，喝熟普喝的是时光，时光让茶叶不断的蜕变，演变出不同的香气和味道，让人懂得岁月的模样。不管你是什么模样，摔倒了，躺平了，再爬起来继续奔跑，这才是最好的模样。
喜欢你这句话。年轻的时候啊，我就发誓一定要离开这里。那时候想法很美好，以为只要走出去了，未来就一定可期。抱着这样的信念，再苦再累，我都能坚持。那时候啊，对于这里没有一丝的留恋，反而觉得待在这山脚下，我注定一辈子一事无成。可是，慢慢的，在外面累了，却又想回家了。这20年，我在外面伤痕累累，才意识到，只有这里，才是我惦记的地方。只有这里，才能找到我最初的模样。妹妹，昨天你所有摔倒的伤痕、躺平的创痛，还有奔跑的脚步，全都是你自己送给今天的你最好的礼物。